哥想。民国初年，人们因战乱流落至此。此地四面环山，与世隔绝，在阿一神的庇佑下，人们得以安居乐业。但不知为何，阿一神突然性情大变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镇长，我们家罗四不见了，他昨天去捕鱼，晚上都没回来。去哪儿捕鱼去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陈默，快派人去找。是，万两，通知兄弟们，去大湾子、捡罗滩、赵家河看看。是。这罗四能去哪儿啊？杨疯子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回去！谁也别想抢我手机！谁也别想抢我手机！杨疯子，给我回来！怎么了，队长？你喊啥？来正好，趁他没有走远，把他给我抓回来。哎，队长，那是禁地，我可不敢去。你一个大老爷们怕什么？有我在呢。走，我走啊！杨疯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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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疯子。你鬼叫什么呀？队长，罗斯啊！这主意是我折腾的，还得给这破画请安，都不让人睡个好觉。队长，这一定是阿一神的怒火，跟你爹娘当年。我千叮咛万嘱咐，这迷魂林是禁地，总有些人不听，抱有侥幸的心理去狩猎捕鱼，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迷魂林是阿一神修炼的地方，怎可惊扰神灵？镇长，既然迷魂林是阿一神的修炼之所，
为何侮辱的人都死了？修炼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杀人吗？他到底是神还是鬼？放肆！岂敢揣测神灵！来呀，把他拉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阿医生是我，是杀人的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镇长，注意身体嘛。大家都散了吧。队长，这一定是阿姨神的怒火。爹，娘，罗斯死了，跟你们当时一样。没准备什么菜，就吃吧。哎，队长，今天这坛酒可是我珍藏了好几年的，要不是为了跟你赔罪，我都不舍得拿出来。管好你那张破嘴！还有点花生，我去拿一下。队长不用了，够了，队长。队长，哎，万两哥，你请的什么罪啊？你那破嘴又乱巴巴了。哎，没事，来。万两哥，你是怎么惹队长生气的？跟我们说说呗。我都说没事儿，还问？万两哥，你害怕了？我怕过谁啊？其实没什么，我就是看见罗斯的死，跟陈默的爹娘一样。不过当时你们年纪还小，我是亲眼见到的。那队长的爹娘也是因为触怒阿一神而死的。哎，队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家的牛没喂，我先回家喂个牛，我马上回来。我看这天要下雨了，我家被子没收，我得回家收。队长，我先走了，一会儿还回来。我得回去啊，队长，我得回去，一会儿我还回来。哎，我这肚子，队长，我先走了，我一会儿还回来。你是谁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怎么打人呢？啊！我好心好意把你扛回来，不然你就死在里面了。
干什么？我看你衣服都湿透了，一直穿着会得风寒的。这是我娘的衣服，给你换上。你慢点吃，不够的话，我再去热几个馒头。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这里是乌城镇，我是乌城镇巡查队队长陈默。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叫白霜，是江苏人。村子里遭了土匪入侵，所以我跟着家里人逃难，被土匪追赶，不小心掉下了悬崖。悬崖下面有条河，我抱住一块木头，不知道漂了多久，然后就到这里了。谢谢你的饭，我吃饱了就走。你出不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人可以出乌城镇。怎么可能？你昏迷的地方叫做迷魂林，它是乌城镇的禁地，只要有人闯入禁地，就会受到阿依神的惩罚。什么禁地？什么阿依神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怎么还有这种鬼神精怪的想法？罗斯那口子，罗斯那口子在家吗？罗斯那口子，罗斯那口子，我给你带了点鸡蛋来了。哎呦，这都啥时辰了，还睡着呢？哎。这男人没了，这日子还得过呀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哎，我当年我那口子走的时候，我心里也难过。哎呀，不过呀，婶子现在活的不也是好好的吗？哎呀，罗斯那口子，罗斯那口子。罗斯那口子，你醒醒啊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哎，你醒了？谢谢你救了我，但是还是得麻烦你一件事，你能把我送出去吗？我昨天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乌城镇出不去。你以为我想留你啊？我是怕你惹怒了我们的阿依神。什么阿依神？我怕你误闯禁地，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巡查队。那我自己走。嘿，你给我在这儿好好待着。要是被人发现进了个外来人，绝对将你献给阿依神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要是不想死，就得听我的。我的海豚，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阿良，队长，又有活干了。程大夫，节哀啊！我来出资，这何小的后事啊，我叫人安排。都散了吧，都散了吧，大伙儿散了吧啊！散了啊！陈默，镇长，何小的后事，你带上几个人，安排一下。好。何小啊！秀，快把我的药拿来！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老爷。
老爷，这天凉了，你小心染上风寒，穿上。行了。哎呀，对了，老爷，家里的药快用完了，回头我再去找程大夫取点回来啊。等一下，这天气也转凉了，你呢，让慈儿给太爷拿2件厚衣服去。哎，放心吧。切记，3碗煎成1碗，每日1剂。好。来，这是药方。谢谢大夫。哎，好，你慢走。哎，镇长夫人，您来了。坐坐坐。我来给老爷取点药。嗨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宝贝儿，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想死你了。以后可以想来就来了。真的？哎，走，屋里说。老东西的药。怎么，老程？享受完就想让我走啊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，宝贝儿？哎，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？放心吧，快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来了来了。咱这个镇呐，连个小猫、小狗、小刺猬都没有，还巡逻？巡什么逻啊？逻在哪儿？就是。猪5、6。是啊。哎呀，天天这酒喝的，没喝多少。啊，难怪讨不着媳妇儿。别叫！你是不是知道出口在哪儿？现在我给你放开，你不要叫，听见没有？救命啊！别叫！谁？
对不起啊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就那么想出去吗？你不想出去吗？我为什么要出去？我在这儿挺好的呀。但是我得出去啊。队长，队长，快开门！队长，快开门啊！大清早吵什么？朱五六死了！啊，什么？接下来的货，就麻烦你按照这里面的去办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把菜放桌子上，我们外面喝酒。好。川两哥，你身上什么味儿？臭死了！天没洗澡啊？这衣服上的味儿。镇长也不说给咱们巡查队弄套换洗的衣服。娘的，咱巡查队变成送葬队了，3天埋了4个人，累死我了。别说了，来抬桌子。是啊，平时啊也就找找猫、遛遛狗的，哪有这么累的活？是啊，行了，都别抱怨了。今天请你们喝酒，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。队长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有事儿就说。兄弟们是上刀山下火海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对啊，那你们一会儿可千万别眨眼。啥事儿啊？啥事儿啊？再说。坐。啥事儿？快说啊，队长，快说。文双，出来见见我的兄弟们。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队长，你可以呀，金屋藏娇。这谁家的姑娘？她是从镇子外面进来的。哎，我说镇子上怎么天天死人啊？原来是有外人进来了，是不是你也惹怒了我们阿依山啊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。我下牛下。都坐下，别找借口啊。王俩，咱俩都去过迷魂林，如果神真的存在，那为什么我们俩没有死？是啊。所以啊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阿依神。镇上最近死的这些人啊，都是人为的。既然神不存在，那咱们就应该找到那个真正的凶手。唉，白忙活，刚埋进去又挖土。来，我来。可指甲缝里有泥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朱五六和何晓是死在街道上的，但街道上并没有这种红泥。我们抬螺丝的时候，在尸体下面发现的泥就是红色的。迷魂林。对。我倒是想去会一会你们口中的阿依神。现在？对啊。现在不行，街道上都是人，你会被发现的。
这不就是片普通的林子吗？哪有你们说的那么邪乎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有一种预感，只要我查清楚了来龙去脉，就能找到出口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，这里就是我们发现罗斯尸体的地方。红泥，陈默，快过来！你知道这是谁的吗？镇长，坐。哎，陈默一直在查迷魂林的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能查到什么呀？我做事干净利落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你当初就不应该留下这个祸根。哎，我要不是念他父亲对我有恩，我怎么可能留下这个祸害？也怪我一时心软。那你还想把元慈嫁给他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扳指，罗斯的。罗斯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这么贵重的物品，有谁能带？难道是镇长？不可能，我爹从来不带扳指。那是谁的呀？莫哥，莫哥你在家吗？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是爹让我来的，他说天气凉了，让我送2件厚衣服过来。谢谢妹妹，有劳了。我帮你拿进去吧，要是不合适，我再帮你改改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那个我自己拿就好。哥，你屋里藏人了？啊，没有啊。没有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？哦，你不是长大了吗？这孤男寡女的，对你名誉也不好。我都不介意啊，你介意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哎，那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？为我考虑？我看你啊，还是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吧。我考虑什么呀？其实我今天来，是来向你提亲的。啊？你啊什么啊？你打小就知道我喜欢你，还在那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我今天就是要问清楚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。还是说，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？哪有啊！我除了你，怎么可能会喜欢别人呢？慈儿，打小一直喜欢你。你觉得元慈怎么样啊？爹，我虽然不是你的亲骨肉，但是我把你当亲爹一样。元慈是我亲妹妹。啊。我这不想把慈儿托付给你，爹啊，元慈还小。我一直都把你当我的亲妹妹，哪有亲哥哥娶亲妹妹的呀？可是咱俩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啊！慈儿，就算我俩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也不能娶你。为什么？你还是不喜欢我？喜欢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娶你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至于为什么，我以后再告诉你吧。天色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今天要是不说，我就不走了。
让镇上的人都看看吧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现在能当上这个巡查队长，镇上的人都说了，我是靠着你爹的关系。刘万两他比我早进巡逻队好几年，按理说，这个队长应该由他来当才对。要是我娶了你，就他那张破嘴，肯定在外面到处说我是吃软饭的。你说，以后在镇子上，我怎么能抬得起头来？你就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感受。我今天不单单是来给你送衣服的。爹说了，晚上让你来家里吃饭，他有事跟你商量。出来吧。晚上伟呢？拉我一把。队长，你拉我一把呗。自己出来。哎呦，还有人送厚衣服呢。可不嘛，人家都说了是亲手做的，尺寸不合适啊，还能改呢。算了，滚一边去。队长，你这事儿办得真不厚道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哎，扳指呢？在我这儿。要是这扳指你爹没带过，那这镇上除了他，还有谁能带啊？是啊，队长，你不老去镇长家，没见他私底下带过？没有啊。正好，今晚我去吃饭，顺便问一下我爹。哎，老何，你说队长这事儿他能查出来吗？难不成还真是人为的？没有神。打住，别乱说话。哎，你们今天晚上见到万良哥了吗？万良哥，指不定在哪儿偷懒呢。今天傍晚我见他在家里杀鸡来着，这会儿啊，估计已经酒过三巡了。要不咱们去看看，说不定还能喝口鸡汤呢。走，走，走。墨儿啊，咱爷俩有很久没在一起吃饭了。爹，我记得上一次是重阳节。对，真的是好巧啊！来，陈队长，来喝一杯。哎，多吃点啊。爹啊，云慈说你有重要的事找我。啊，对，事情是这样的，爹呢，这身体愈加不善，这年龄也大了，这无常镇呢，想委托你来主事。来，吃好喝好啊！墨儿，
这件事啊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是爹。哎呀，陈队长，还考虑什么呀？镇长如此器重你，来，再喝一杯。不行了，程大夫，我是真好不下了。陈队长，这么点酒量哪能行呢？以后怎么在镇长身边干大事儿呢？来来来，满饮了4杯。来，莫。好，干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们看那边是不是有个人啊？好像是啊。走，过去看看。你们慢慢喝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好。陈队长，陈队长，再喝一杯嘛。不喝了，喝不下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事了！什么事情啊？万两哥他死了。谁死了？刘万良死了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哦，爹，程大夫，出事了，我去处理一下。走，走。小疯子，白霜呢？白霜，杨叔没疯，他只是一直在装疯卖傻罢了。今天晚上要是没有杨叔，我就死在元慈手里了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直在盯着你们，你们想的没错。整个无常镇都是一个阴谋，袁佩林一手策划的巨大的阴谋。你还知道什么？30年前，袁佩林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地方，于是就带了一帮兄弟搬了进来，而且还在外面找到一些流离失所的人，组建了现在的无常镇。其实袁佩林他得了一种怪病，于是他就四处求医。最终找到了程大夫。程大夫刚开始来的时候，袁佩林的病情确实得到了好转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他吃的药，居然是用人的心跟血来入药的。于是他就编造出阿依神这个东西，将迷魂林传成了禁地。袁佩林的女儿袁慈，还有程大夫，他们2个都是袁佩林的杀手。袁慈，他的功夫还是我教的呢。那他这么做就没人反对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袁佩林他用药量并不是很大，所以就没人发觉。可不知道最近为了什么，他的药量激增，所以才会发生每天死1个人这种情况。那我听听。没错，他们也是死于袁佩林之手，被程大夫抽干了心血。他就是想在这里当土皇帝，我们必须粉碎他的阴谋，找到出口，给无常镇的百姓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。
这刘万良怎么死了？他怎么死的不重要，关键是陈默还活着。他要是没死的话，我们的事情就很难摆平。这既然暗的不行，那咱们就来明的吧。哎，四儿，爹正准备去找你呢。啊。爹，我不想再杀人了。我是你亲女儿，不是你的刽子手。你明知道我喜欢陈默，还要让我去杀一个我喜欢的人，我没有你那么无情。再怎么说，陈默也是你的干儿子，你对你干儿子都能下得去手，接下来是不是要轮到你亲女儿了？住口！你现在不想杀人了，你还有回头路吗？陈默如果将此事调查清楚，不仅是我死，你也得死。整个无常镇是我一手建造起来的，如果没有我，他们早死在外面了。现在就要他们几条命来治我的病，不行吗？我也知道你一直喜欢着陈默，我如果不欣赏他，我能收他为养子吗？可千不该万不该，他非要插手此事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将他在此事公布于众之前，让他死于阿义神的手中。慈儿啊，你娘走得早，我呢，一直忙于镇上的事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可现在，我其实早就不想管镇上的事了。可是你知道，爹这病，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爹被这病百般折磨。慈儿，你少再亲一口。快点走吧，老爷给发现了。没劲嘛，真是。你怕什么怕？撤！给我药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药！既然已经败露了，给我药！我就把事情告诉你吧。其实你啊，没有得什么怪病，这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，我只是在你的药里面加了点吗啡。你知道吗啡是什么吗？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只要那么一点点，就能让人忘记痛苦。不过还有一个缺点啊，就是用久了以后会有依赖感。这么说吧，也就是说你会上瘾，永远离不开它。药。啊，对，还忘了告诉你另一件事情。其实你的病啊，根本用不着什么血来入药，只不过是我需要大量的心脏用来赚钱罢了。你个老东西，你以为你还是镇上的话事人？你以为你还是这里的土皇帝吗？在我眼里，
你只不过是一个离不开我的狗罢了。袁佩林，实话告诉你吧，等我赚够钱了，我自然会走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别忘了明天还有大事情啊！召开全镇大会，快去祠堂集合！注意注意！又不是初一15，开什么会呀？就是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，镇上的刘万良死了。啊？巡查队的刘万良？刘万良啊，跟之前那几个人的死状一模一样。他肯定是得罪阿一神了，要不然怎么能遭到神罚呢？是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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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神像怎么倒了？怎么了？镇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陈默呢？不知道，兴许还在家睡觉呢吧。难道真是陈默这个逆子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冲动，要惹怒阿一神呢？他难道真的想让我们全镇百姓跟他一起陪葬？乡亲们，昨天晚上，陈默在镇长家喝酒，胡言乱语啊，说了一些对阿一神不敬的话。他甚至扬言要烧掉阿一神的神像。这是想让我们一起死啊！镇长，我们要把陈默抓起来，献给阿一神。对，献给阿一神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陈默给我带回来！对，抓陈默去，抓起来！陈默，陈默，快醒醒！你们干什么？陈默，是不是你捣毁了祠堂的神像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想惹怒阿一神，毁灭无常镇？对，你们都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。这女的谁呀？这是谁呀？在镇上见过？你见过吗？她应该是外面来的妖女。别胡说，白霜不是妖女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阿一神，你们的无常镇就是一个骗局。少废话，把他抓起来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走！你走去！谢罪去！一跪阿一神，佑我无常镇，佑我无常镇，拜。二跪阿一神，佑我无常镇，风调雨顺，佑我无常镇，风调雨顺，拜。三跪阿一神，忠贞不移，忠贞不移。陈默，你私藏镇外来的妖女不报，理应受阿一神的惩罚。
可如今呢，又被这妖女蛊惑，捣毁我阿依神像，真是罪该万死而不足惜。现如今，我只能将你二人押往迷魂林，平息阿依神的愤怒。呸！你才是借神明之手蛊惑百姓的妖人。无常镇出的那些人命，都是你为了满足私欲而造成的。你将无常镇包装成世外桃源，不过是想让百姓变得无知，让他们对你和你捏造的阿依神唯命是从罢了。不愧是妖女啊！事到如今，还牙尖嘴利。乡亲们，醒醒吧！没有阿依神的无常镇，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。放肆！把他们嘴堵着！沉默！没有阿依神，就没有我无常镇。现在不仅是阿依神的愤怒，更是我无常镇百姓的愤怒。现在就将他们二人押往迷魂林。走，且慢！都别动！我不想伤及无辜。整个无常镇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样子。你是何人？胆敢在此阻挠献祭？我会让你知道的。看清我是谁！这不杨疯子吗？没疯子啊！没错，我是装疯，但我看你们是全疯了。今天，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你们敬爱的镇长是什么面目。杨疯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老袁，你是不是以为过了这么久，就不会有人来揭穿你的罪行了？乡亲们，镇上死的那些人，都是这个人一手所为。那是阿依神的神法，我看你呀，也被这妖女蛊惑了。什么狗屁阿依神！其实袁佩林得了一种怪病，他需要用人的心跟血来入药。于是他们就编出一个阿依神的东西，只要有人触犯阿依神所定下的规矩，袁佩林就会将他杀掉，抽干他们的心血，给自己治病。整个无常镇都只不过是袁佩林给自己治病的屠宰场罢了。杨疯子，我看你不仅疯了，而且被这妖女蛊惑的不轻。乡亲们，给我一起将杨疯子一并拿下！佩林，当年你抓我进来，想让我成为你手上的一把刀，被我拒绝之后，你又把主意打到了你年幼的女儿身上，让我培养她成为你身边的刽子手。我装疯卖傻10几年，苟活在这无常镇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找到出口。10几年过去了，我居然还能有揭开你真面目的一天。杨叔，杀一个人简单，但挖心抽血可不容易啊。袁佩林，除了你女儿之外，你还有一个帮凶，这枚扳指，你们眼熟吗？这是程大夫的。程大夫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是不是自己手上的扳指不见了？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枚扳指在我的手上吗？因为我的扳指是你偷的，居然你还借此往我身上泼脏水！
这枚扳指，我是在迷魂林里发现的。如果见了迷魂林，就会触犯阿依神的禁忌。那为什么你，还有我，都活得好好的？因为我的扳指是你偷的。我们两个根本没有去过什么迷魂林，没有进过迷魂林。程大夫，你可能不知道吧？我们镇子街道上的泥是黑色的。朱五六和你的好徒弟何强，他们死在了街上，但是他们的指甲缝里嵌的却是红泥。这种红泥只有在迷魂林里面才有。罗斯的指甲缝里面嵌的也是这种红泥，而且我在朱五六的手臂上发现了针孔。程大夫，我想问问，神明抽血还需要通过针管吗？你刘人，万两哥，你可算来了！哎，王良哥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才死了呢！我是帮队长找线索去了。陈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万两哥，我求你个事儿呗。队长，你跟我还见外呢，什么事儿你就说。上刀山下，别说那些，我相信你。队长，我这人呢，虽然嘴上不老，但是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？这件事儿，嘴上必须得牢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需要你去死啊！起来，跟我走。走啊！万两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挖心抽血的凶器。白寿妹子，这是我从程大夫家里搜到的文件，不识字儿，你看看。实验用器官需要增加1倍，你的加入申请书我已经提交实验室了。这就是程大夫与外人交易的货单，他草菅人命，挖了人的心脏卖钱。哦，原来程大夫一直在跟外人勾结，买卖心脏。姓程的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好你个程大夫！都说医者仁心，没想到你是披着羊皮的狼，居然祸害我无常镇百姓！我今天要替天行道！袁佩林，真没想到啊！你居然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我身上。当初是谁苦苦跪在地上求我？只要治好了你的病，付出任何代价在所不惜。你们的镇长把你们当猪猡一样圈养，你们还敬爱他吗？你胡说八道！要不是我听信了你的谗言，我怎么能成为？快走！镇长被杀了！爹！是慈儿不孝，爹！慈儿这就去给你报仇。你别过来！你们拿什么和我斗？你们的好镇长都死了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是当整个无常镇的出口。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了，我就不会留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讨厌死这儿了！你们就继续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过日子，苟且吧！镇长夫人。
老程，你不是说要带我一起走吗？你滚开！破鞋！我在外面什么女人找不到？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啊？还有你们，一个一个都不配！这簪子是你送给我的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俩互不相欠。武陵川径入幽峡，中有鸡犬，秦人家。先识见者，为谁也？远水金流，桃复化。来，干！来，干！好辣，酒不错吧？好喝。哎呀，这冬天啊，吃火锅啊，热腾腾的。是。对，外面下着雪，吃着火锅，味儿怎么样？好吃。二队长，你今天刚找到出口，明儿一早就走了？对，明早就走，去帮白冲找他的家人。再说，我也想出去看看。你小子一天不走，我就一天当不了巡查队的队长。哎，我说你小子，你能有点出息？吴城镇还缺个镇长呢。我当镇长干嘛？我呢，在这谢谢二位，什么都不说了，都在酒里，感谢。哎，应该的。哎。什么？在吴城镇呢，我能罩着你，但是你去了外面以后，说真的，多听白双妹子的话，人家可不会坑你啊。我说你刘万良啊，你什么时候罩着我了？啊？就你说。放心吧，万良哥，我会照顾好陈功的。哎，妹子，这外面到底什么样啊？外面可好了，外面有高楼，有小洋房，有火车，有飞机，还有坦克呢。飞机我知道，我小时候老跟着抓着你去，飞得老高了。那什么飞机啊？说的不对。2、3，那广州了。